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回到大馬房產研究室，我是小麥。那上期影片的話呢，我和大家拆解了 Clubhouse Residence 每一個戶型的利與弊嘛。那今天這期影片呢，我會用更加數據化的方式去了解到底 Clubhouse 的戶型哪一個的租金表現會比較好，跟我們去探討一下 Clubhouse Residence 的戶型為什麼會這樣的一個設計。接下來這一段呢，我想用一個比較理性的角度來幫大家看一件事情。如果你是投資者，你最關心的不應該只是項目漂不漂亮，而是它租不租得出去，租多少錢和穩不穩定。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把 KLCC 最核心的3個項目呢拿出來做對比。Four Seasons、Ritz-Carlton 和 TRX。為什麼我拿這3個呢？是因為 Four Seasons 和 Ritz-Carlton 都是這邊的品牌公寓嘛。那 TRX 的話呢，就是因為它坐落於我們一個商場的正前面而已，所以和我們這個 KLCC 和 Clubhouse 之間的關係呢，是有一個異曲同工之妙的。那我們來看他們真正的那個租金表現了，然後再反推一個問題呢 ，Clubhouse 在這個市場裡面呢，應該站在哪裡？那我們來先看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數據啊。Four Seasons 呢，租金大概是每平方尺8塊到11塊馬幣 ，Ritz-Carlton 呢9塊到11塊每平方尺。TRX 的話呢，大概是9塊到10塊。你會發現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不管你是頂奢品牌還是新區呢，租金全部都收在同樣的一個區間。好，大家這個表格的話呢，就是我整合了我們這3個樓盤 Four Seasons、Ritz-Carlton 和 TRX 的這個租金表現啦。那可以看到其實這3個樓盤的話呢，都是有1房、2房和3房的這個房源的。那我們先看1房啊，租金每平方尺呢，大概是坐落於9塊到11塊這個區間的。它的好處是在於它的總租金不會太高，你會比較容易出租，但我們的 turnover rate 就相對來的比較高啦。那個2房呢，大概是750方尺到1200方尺的。那我的每平方尺的這個租金呢，大概是介於8塊半到10塊。但相對來說的話呢，卻是最穩定的一個選擇，因為2房的話其實都會比較適合那些外派人士把他們家人帶過來的一個選擇。當他們和家人同住的時候呢，租期就相對來的比較長和穩定了。那來到我們這個3房呢，其實我們開始玩這不同的遊戲了。方尺呢是去到2000方尺以上的。那我們這個每平方尺的租金呢，大概是介於7塊到9塊這個區間的，就可以比較容易吸引到有錢人或者是有公司資助的那些外派高管呢，來這邊選擇這樣的一個戶型。但相對來說的話呢，我們租客的來源會稍微比較小一點，而且我們決策會比較慢。那這代表着什麼呢？在 KLCC 這個市場裡面，租金的天花板呢，從來都不是發展商決定，而是租客的那個支付能力來決定的。那我們現在回來看Clubhouse 它的產品設計呢，其實是非常有邏輯的。不是隨便做小，也不是一面的做大，它是在針對呢這個租客的市場去做一個剛剛好的一個配置。那先講1房的邏輯啊，很多人覺得呢1房就是越小越好租嘛，但在 KLCC 這個市場呢，其實不是這樣的。這裡租客要的是呢空間、生活感和一定的檔次，所以 Clubhouse 的1房其實是刻意做大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變成真正的一個 Premium One Bedroom。再來就是2房，這個其實就不用太多的解釋啦，因為從我們這邊剛剛的數據就可以看到呢，2房其實是整個市場裡面最穩定、需求最大和租客最廣的一個房源，所以它本來就是一個標準答案。那來到3房的邏輯呢，其實非常的有意思。為什麼 Clubhouse 的沒有刻意把3房做得很大？為什麼不直接做到2000方尺以上？是因為一旦你做大的話，我們的總租金就會上去嘛。一旦總租金上去的話呢，那個決策就會變得更加慢，租客就會開始猶豫開始比較會開始拖。所以他把3房控制在1500方尺以下的話呢，其實是在幫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租金壓在一個可以快速成交的一個區間。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不是在設計單位，它是在設計呢租客的這個決策的一個行為。那真正關鍵的是在於你的產品有沒有設計在對的範圍內。那 Clubhouse 的邏輯就非常簡單1房的話就一定要檔次，2房要夠穩定，3房的話要容易成交。所以在房地產裡面的話，好的產品會幫你賺錢，但對的設計呢，才會真正的幫你避開這個風險。來到影片的尾聲啦，那如果大家想知道整個吉隆坡的這個租金市場數據的話，歡迎在底下留言表格，我會把這個數據發給你。喜歡這類型的分析影片的話，歡迎大家分享、按讚和訂閱，你們的支持是我堅持做下去的動力哦。我們在下期影片見，拜拜。那喜歡這類型的分析影片的話，還請大家多多支持。